香港绝不只是一座海陆之交的现代都市，它更是时间长河里的一处处坐标。当所有人都在惊叹辉煌的天际线时，谁能目睹它沧海桑田的丰厚底色呢？最后一期，我们要穿越战火，重回宫屋宫厦，去见证曾经无家可归的人们如何用双手创造工业奇迹，去探索响彻庙街到红馆的难忘歌声从何而来。1937年，淞沪会战的历史影像记录了远东局势滑向深渊的时刻。当全面抗战的烽火燃遍神州，南方的香港就在巨变来临的前夜。海防博物馆幽暗的展厅里，日军精密的要塞测绘图和步兵操典证明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攻势。这片海陆之交的土地早已被敌人的目光刺透。此时的香港是抗战坚实的后方，30年来曾经作为期待的九广铁路成了反哺华夏的血脉。无数战略物资和南下文人经此汇聚，向世界发出求援的呐喊。随着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彻底切断这条补给线的企图昭然若揭。港英政府并非毫无准备，一战后建立的海陆空防线，从刘易斯轻机枪到海面上的接触式毛雷，再到远赴加拿大调来援军，试图维持一种大国防御的姿态。可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这套基于旧时代经验的阵地在日军疯狂的推进面前显得极其脆弱。1941年12月8日，战火正式点燃，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下定了吞并香港的决心。第二天凌晨，日军第23集团军跨越深圳河，启德机场的英军空中战力也被消灭殆尽。扼守维多利亚港东面入口的鲤鱼门海峡，这道宽度只有500米的水路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如今高架桥上车流如织，船只平静驶过，但在1941年的12月18日，这里只有兵临城下的肃杀。1941年冬天，日军就是从对面渡过这道狭窄的海峡强行登陆的。我脚下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它更是当年那场保卫战里最前线的鲤鱼门炮台。过去人们常说那是英军的投降，但是这里的资料告诉我们，故事远没有结束。在总督府升起白旗之后的3年零8个月里，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是无数普通香港市民接过了抵抗侵略的火炬。在这些被英军遗弃、看上去有些粗糙的装备背后，是港九大队在全港山林间的隐秘穿梭。3年8个月期间，日军虐待市民、驱逐、屠杀难民的暴行从未停止，香港人口减少了100多万人。在日军残暴占领的阴影里，港九大队背景各异的战士通过短枪队奇袭和海上游击战消耗日军力量，营救大量盟军飞行员、战俘和内地文化人士。随着日军交出佩刀，香港迎来了重光。从泰国、缅甸、澳大利亚运来的粮食和药物，让这座城市迅速恢复了久违的生机。但胜利的喜悦还未消散。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又将上百万躲避战火的民众再次推向了南下的罗湖桥。
带着微薄的家当和活命的本能，海量人群涌入香港。面对畸形膨胀的人口，港英政府无力安置，于是在土坡边缘和街巷角落，漫山遍野的木屋区犹如野草般疯长。这些用铁皮和废木板拼凑的寮屋没有规划，更没有市政设施可言。1953年的圣诞节夜晚，一间木屋中的煤油灯落入了焦头，由此引发的火苗在北风吹袭下瞬间吞噬了石硖尾。滚滚浓烟下是近6万灾民绝望的哭喊。在寒冬的焦土和枯枝旁，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庇护所。圣诞大火烧毁了将近6万人的家园。这场灾难迫使港英政府做出了一个几乎彻底改变这座城市命运的决定：兴建楼宇。你现在看到的是香港的第一代公共屋村，这里的室内空间很小，甚至11平方米要挤5口人。为了安置灾民，更为了清理有碍城市发展的隐患，港英政府开启了庞大的洗制计划。这座呈现 H 型布局的美和楼就是香港唯一现存的第1型洗制大厦。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在火灾的废墟上展开了。走进美和楼生活馆，你会惊叹于劫后余生者的生存韧性。11平方米的空间，2.6米的层高，再用木架隔出上下2层，塞进5口人的起居。室外是炉灶旁邻里的话语声，室内是缝纫机的踏板声。因为资源匮乏，孩子们只能在天台学校的课桌上去触碰知识的微光。排队取水是日常的必修课，而楼下的跳格子和简陋的秋千则是贫瘠岁月里仅有的游乐场。当视线来到1962年建成的彩虹村，巨大的体量和标志性的篮球场、独立厨卫、五彩外墙，展现了从生存到生活的质的飞跃。这种进化的背后是席卷全港的制造业出口浪潮。工厂需要稳定的廉价劳动力，公屋则为无数家庭提供了体面起居的空间。1960年代的屋村周围充满了冬菇亭和大排档的烟火气。凉茶再苦也不及人生苦，这句镜子上的标语是生活滋味的真实写照。随着武侠电影海报的张贴和美发室的出现，普罗大众也开始拥有了学徒、文职和女工的新身份，消费的齿轮开始转动。耸立在屋村旁的石硖尾工厂大厦，没有远离居民区，也没有宏大的厂房，这就是香港制造业的真实缩影。50年代朝鲜战争后，欧美对内地长达20年的禁运，斩断了香港赖以生存的转口贸易生命线。危局之中，当年同样躲避战乱，从上海、广州等地南下的资本、技术，奇迹般的和丰沛的劳动力有了结合契机。在这些明梁外露、水泥铺就的空间里，制衣、印务和五金作坊遍地开花。极度敏捷的出口导向制造业，让香港正式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从公屋到工厦，是无数人每天2点一线的生活轨迹。即便下班，寄件外发的塑料花依然串联起一家人的生计。进入70年代，车床上的手工打磨迅速让位给流水线协作，钟表、玩具、电子产品的接连爆发，让香港制造业就此冲上了全球产业链的快车道。经济的腾飞反哺了民生。70年代，美和楼也迎来了改建，单位打通，添上独立厨卫，空间变得宽敞了许多。木柜上多了电风扇和录音机，生活
不再只是温饱。在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走廊上，甚至孕育过大导演吴宇森的电影梦。20多年的公屋生活，他把这里困苦中的坚韧、温情和希望带上了世界舞台。公屋公厦密集的石峡尾，1979年开通了港铁第一批市区地铁站，而4年后建成的红磡体育馆更成了整个华人世界的文化加冕殿堂。在这里回荡过的经典旋律绝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它的脉络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深深根植工厂大厦、公共屋村和排档街市。油麻地果栏曾经是九龙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1970年代，这里黄昏便开始落货，通宵运作，天亮才收摊。像今天一样，一箱箱来自世界各地的草莓、橙子、香蕉堆得比人还高。曾经连白米饭都不够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温饱不再是难题，手里第一次有了闲钱，他乡变故乡的平民百姓忽然发现，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声音，来唱出这些年的辛酸、欢笑、无畏和希望。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的电台循环的是英文歌，戏院里上映的是精英视角的国语电影，基层民众难以欣赏、共情。他们需要尹光、夏金城戏谑市井的唱词，需要徐小凤乃至后来的梅艳芳在街头巷尾扎实历练出的精准诠释。这种情真意切、充满喜怒哀乐的粤语歌，才是香港流行文化最坚实的底盘。1974年，许冠杰发行《鬼马双星》，大卖15万张，现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闸门从此打开。港乐的黄金年代还有一个物理坐标，信和中心。当年这里从地库到3楼，雷射唱片店林立，签售活动不断，排队抢碟的人潮足以瘫痪弥敦道。但今天，当你穿过充斥着扭蛋机和二次元商品的通道，寻找屈指可数的 CD 店时，不免会生出疑问：盛景不再，潮流退却，究竟是为什么？梦醒的征兆，也许在观塘的夜色里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从1950年代的崛起到70年代的巅峰，观塘见证了香港轻工业的奇迹。但危机接踵而至。1973年和1979年，中东局势突变，2次石油危机让香港的外销订单量雪崩。欧美针对纺织品的刚性出口配额和反倾销调查，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亚洲4小龙从政策到生产的全方位竞争，内地改革开放吸引工业投资的巨大红利，也让厂商迅速用脚投票。香港逐渐高昂的地价和严苛的环保标准，彻底压垮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今的观塘，甲级写字楼里的白领在操盘金融贸易，而一街之隔的旧工厦楼下贴满了等待入住的招租广告。当工厂变成楼上铺，这段制造业骤变的余波依然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久久荡漾。站在维港的夕阳下，星光大道上的名牌熠熠生辉。从第一期的东汉古墓、侯王庙、宋皇台，到第2期殖民时代100年铁律围城里的自救奋起，再到今天我们看尽了战火重光和公屋公厦中的悲欢离合。你知道的香港，也许是维港百看不厌的万家灯火，高高在上的金融神话，永远步履匆匆的繁华街头。
你不知道的香港，也许是宋朝风华的最后避风港，是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里拼出自己的尊严和体面，是公共屋村里似曾相识的烟火记忆。来到香港，拨开繁华的表象，深度漫游，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值得打卡的动人风景，更能走进陌生的岁月里，照见自己那份劲草般生生不息的意愿。